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雅果小许哈。那今天我们来介绍哈，我们之前出48V，现在来个60V 的哈，黑武士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60V 跟48V 哈，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升级了。好，我们来先看一下龙头的部分。龙头部分像刹车的部分的话，好，一样的是油刹，可是它刹车系统会比之前前一代的还要再好一些。然后包含这边它是可以做调整的，可以去做微调。刹车把手载幅是可以做调整的，紧度这边是可以去做调整的。开或者是开，对，你要松一点还是要紧一点，这边是可以做调整。OK， 那这边呢一样是1、2、3段的切换，哦，3段的切换。那这边的话呢是大灯的切换，这边是关掉，然后日行灯、大灯。那大灯的部分这边可以切远近灯，好，往下照、往前照，好，近灯、远灯的切换。那这边是方向灯，那一样哈，方向灯的话前面也是没有，主要还是后面，在后面的方向灯。对，我们还没开机，啊。好，那这边是喇叭，我们先开机好了。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开机哈，有3种方式。第一个方式就是用磁卡 NFC 卡，NFC 卡哈，这边有出现 NFC， 你只要磁卡感应，它就可以开机。那磁卡感应开机，你就要用磁卡关机。好，好，那如果你磁卡不见了呢？你发动然后磁卡不见了呢，就关不掉了，你这边也关不掉。发动键这边也关不掉，这时候你就可能要拔电池了，啊，拔电池的话就是把这个电源切掉，把它拔开来，拔开来它就切掉。第二种方式就是我钥匙在附近，我可以直接去做开机的动作。那一样相对的，我用遥控器这边直接发动的话，磁卡是不能关机的。啊，磁卡是不能关机的，一定要用分别独立的开关系统。对，分别处理的开关系统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遥控器在附近就可以直接去发动，好，跟启动。第3种方式的话，就是用遥控器去做开机。这边有3颗按键，解锁、开机跟上锁。那我直接压这颗，它就可以去做开机的动作，开机跟关机。OK， 好。上锁的部分呢，就是我试给你看啊。上锁之后呢，钥匙一定要离开身边啊。你帮我把钥匙拿进去。好，我试给各位看，因为钥匙如果在旁边，你按上锁的话，它一样可以开机。但是如果你钥匙离开的时候，有人去偷你的车子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车子会出现什么状况。往前推，好，有没有？它会有阻力。你推不动，哎，然后车子会出现警报，然后车子是推不动的，哦，它会有阻力。OK， 哦，这就是上锁的状态，上锁的功能，啊，解锁就没有那个功能，啊，解锁的话它就没那个功能。那我们现在把钥匙拿回来，钥匙只要在身边，它就可以直接去做开机的动作。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60V 的升级的部分，还有这个就是电机的部分。旧款是48V 1500瓦，新款是60V 3000瓦的马达，哦，所以马达不同。好，除了难怪它的动力非常强啊，好，强到空转时速120多。这真的有那么快吗？实际骑，等下实际骑就知道了。可是我们没办法去测试到那么快啊，起步就知道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前面的部分，大灯还是沿用之前旧款的，好，一样，单一颗的鱼眼灯。好，我来看看，还有日行灯，哦，这是日行灯，好，这是大灯，远灯，好，一样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避震器也不一样，旧款的是不可调，好，48V 是不可调，60V 是软硬可调。好，软硬可调的避震不太一样，试一下吧。好，来，我们试看看。我们先转到底啊，这个是最软，哦，最软。好，我们把它调硬。我转到底啊，压不下去？压不下去啊。
所以这个是软硬可以调的。OK， 好，就开启跟关闭。车身的部分的话，这边一样是前置座包，前面有一个容量很大的包包，啊，这边可以放很多的饮料，什么都可以。啊，这边还是跟之前旧款的一样。啊，好，上锁的部分的话一样，这边可以去把它像行李箱这样子扣上去，去设定密码，啊，就开不了了。啊，预设是000，预设是000，对，0啊。好，开了。啊，预设是000。那如果要设定密码，要设定密码，往下压，调你要的数字。啊，例如说001，好001，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001可以，那002就不行了，000也不行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它的那个链条的部分，啊，还是沿用之前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后面的踏板，后座踏板。啊，这边是前面的踏板，牙盘是还是一样，比较偏小啦，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电池，电池是60V 45Ah，看起来电池比较小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用瓦小时来算，60乘以45是2700，之前旧款的是48V 乘以58，也是2700多一点点，对，2700多瓦小时。其实两颗电池是容量是差不多大的。哦，只是说它的电压升高，所以它的那个安时会比较小一点点。好啊，但是骑乘续航其实是一样，但相对的，我觉得这颗的续航会稍微比较短一点点，因为60V 它的耗电量一定会比较凶，但是它爬坡扭力值会高很多。也是，爬坡扭力值会高很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就是控制它的控制器，那。一样轮胎的话，一样是配到20乘以5，啊，20乘以5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月光盘，啊，但是它还是一样塑胶的，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尾灯的部分，尾灯的部分是在这边，啊，这边有一个做反光片，然后这有一个车牌架，啊，那这个方向灯，看一下方向灯的部分，左右的方向灯，对，左右方向灯，那我们把大灯关掉。啊，它的灯不会亮，但是你压刹车一样会亮。啊，压刹车它也是会亮。好，所以刹车灯还是有作用的。然后后面的话是2支的避震器。啊，后面是2支的避震器。这个原厂的避震器好像是偏软，对不对？对，原厂避震器偏软。我做给你们看，我70公斤嘛。啊，这很快就会磨到了。因为车身设计的关系。如果90公斤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比较做90公斤，它的避震可能就没那么好，可能会敲到这一块。我们有改一个，顺便跟各位讲，这支我们是已经改好的。那这一支的话，它是高低可调，软硬可调。好，这边可以调它的软硬，那一样是2支。一样是2支，这支也比较帅吧？对，它的配色还蛮好看的。对，然后 Q 度也不一样。我现在坐上去这个是调到最软，我们刚才已经调到最软，可是你看我坐上去，它不太会往下沉，但是它的 Q 度是很好的，感觉这支支撑性比较好，我现在调最软，所以你如果再把它调硬一点的话，体重比较重的话，就可以把避震再调硬一些，它就比较不会碰到。对，你看我现在坐下去，它不太会下沉。可是你看那个新款的那一只，这个是调最软的。然后你看这个是原厂的，我坐下去啊，好，我再用力坐，我才70几公斤而已。那如果体重比较重的话，它坐下去已经陷下去了，这边就很容易去敲击到，就更撞击到。好，这是有改装跟没改装的差别。来看一下那个整个刹车系统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卡钳。好，卡钳更大颗，然后刹车皮也不一样。碟盘是同一组，但是这个刹车系统是不同的。那我们来看旧的。好，旧的它是用感觉卡钳也很大颗啊，很大颗，可是它的夹的力道是不同的，夹的力道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看它上面的把手也不同，
哦，我们刚才这边是可以调，这边是不行。但是刹车力道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等级。等一下我们去试一下刹车，看有没有升级就知道了。啊，前后都不一样，碟盘是一样。这个碟盘也是厚的。嗯。那现在呢，黑武士呢也有出一个原厂有出一个长的坐垫，这个坐垫呢可以把我们旧款短的坐垫跟后面的副座的坐垫呢拆下来，更换成这种长的坐垫，装上去的话就感觉比较像一体式的啦。好，看起来就比较像一体式的。但这有一个缺点哦，如果说你装长坐垫，后面要载人的话，后面的人就会坐在这个高高的地方，要不然就是后面那个人会坐这边，两个人会坐的比较靠近啊。所以如果你要载人的话，两个人坐，可能还是会这种分离的坐垫会比较好坐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呢装上去的话有整体性。好，那如果各位如果有需要这个长坐垫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公司询问。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可以看那个平均时速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来测试哈，不要以这表为准，我们来这个用 GPS 定位，看它时速，平均时速大概多少？这个是48伏的，我们先试48伏的给各位看。OK， 这边应用程式是广告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放在里面哦。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测试是3档，因为没办法跟车，所以只能这样子测哈。来开始。48V 的测试，我们现在表示到56、57，然后我们来紧急刹车测试哦。好，这紧急刹车，紧急刹车比较软了，有没有？看得到吗？紧急刹车。好，来看一下它的表。我们刚才测试的话，这边表示到57左右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，广告哈，你看，这里最快47.16，好，最快47.16。好，这个是60V 的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来测试。好，到 start， 好，出发了。等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会试那个急刹。好，好，已经到50了，有70了，然后紧急刹车哦。这刹车明显好很多吧？OK， 来看一下，表是显示多少？表刚才显示到70，回程的时候都会比较快一点点。好，这是广告。来看一下，哦，将近60，好，将近60，平均最高时速60。好，同一条路啦。第一个哈，就是起步明显比较快，然后尾速。其实骑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时速已经拉到48了。48V 的话，大概都在35左右。那骑到一半，这已经到48了，在同样的距离。然后这个是骑到最快的时速到60，所以两台的尾速就是大概200公尺左右的距离，它时速就拉得不太一样。好，就是起步，第一个是起步的扭力值明显比较大，刹车力道差很多，主要还是动力，就是尾速的部分。尾速的部分也不太一样。因为这条路如果再长一点的话，应该时速还可以再拉高。我刚才拉到70已经到底了，时速拉到70已经到底了。好，其实它还可以再往上加，只是我们没有在做测试。好，我们现在录那个同时起步跟同时回来，然后看一下两台的速度。好，走了。好，都一样是3档哦。好，1、2、3，吹到底哦。
62。我们刚才测试完了哈，那我们刚才测试48伏的最快，我们的那个表上面的 GPS 定位的表时速是在47，好47，但是我的表最快是跑到60，快到底的时候是到60，最快时速，但是手机上面是显示到47左右而已。这个路长大概只有你抓大概200公尺左右啦，所以距离没有很长。其实它那一台应该还可以在后面拉的，就48伏后面拉的速度会比较慢的，好，就是尾速再拉上去的速度比较慢。可是那这台60V 呢，一样是这200公尺的距离哈。我们刚才看说啊，GPS 定位的是59.9，哦，将近就是60，就是 GPS 定位是60，但是我的表跑到70，可是它还可以再上，时速还可以再上。因为路况的不行，除非我闯大马路哈，要不然这个时速还可以再继续上。然后我们再来讲说起步的部分，我们刚才有录一个影片，就是同时起步，油门吹到底。那60V 呢，明显就是前面就已经超越了。那我们刚才从那边，就是从200公尺那边骑回来，也是同时起步的状况下。你就看到2台车的差距，只有差200公尺，可是2台车的差距其实非常的明显。那如果距离再拉长，那就可以差更远。我们不是要各位骑多快，只是说这种车它可能就是我们在上坡起步的时候，它的60V 的扭力值会更大一点点，你爬坡也会稍微来得更轻松。那现在60V 的话，我们都会有送一个炫彩踏板。那这个都有防滑的踏板哈，然后我们来开机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炫彩踏板？然后它还有几个模式啊？对，可以详细看我们炫彩踏板的操作影片。这个是声控啊，声控模式。好，如果你骑到一半没电的时候，你就它就会亮了。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有没有？红绿灯停下来没电的时候，它就会亮一下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除了声效的话，它还可以自己去控制，或者 APP 里面不是 APP， 它还有副遥控器啊，有 N 百种的变换模式，你就详细你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炫彩灯的这个灯的色泽，实际看比影片中看的还要鲜艳啊！对，实际看会比较鲜艳，尤其是晚上。那这边的话都是可以充电的，然后充电的部分的话都是有没有 USB 行动电源，然后1接2，一次充2个，好，一次充2个啊，踏板都不用拔下来。踏板是通用款的吧？通用款，所有的脚踏车都可以装啊！我们主要是介绍车子，这个详细介绍你就再来看影片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它也会自动关机，你不用特别去关机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影片大概介绍到这边。好，就我们主要是比较60V 跟48V 的差别，然后60V 升级了些什么东西。这台我觉得除了外观还是沿用之前那种特色之外，那现在又多了锂电可以选择，然后避震器也不一样，刹车也不一样，整个是大升级，完整度会更好一点。那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到我们各店去参观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。